Sport Mode 0到100， 3、2、1。OK， 又来啊，又来啊。又见面了，我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Ryan。观众朋友，你们现在应该可以发现到啊，我是位于一个 shopping lot 的 car park 这边，而且现在的时间是晚上。今天这么 special 啊，为什么选在晚上拍摄？因为今天要试驾这辆车呢，非常的有力，就是我身后的 BYD Dolphin。平时啊，我们在白天拍摄的时候，路上真的是非常多车啊，时常一脚那个油门或者是电门下去的时候，前面的车子就卡着，那个体验啊，真的是非常差劲。因此，我就跟新上的 BYD Showroom 要求啊，在晚上拍摄这个 BYD Dolphin 它的试驾体验。所幸呢，他们也非常 steady 啊，答应了我这个要求。所以新山区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们对于 BYD 的 Atto 3或者是 Dolphin 有兴趣的话，想要了解，你们都可以到位于 Mid Valley 的 BYD Showroom 去了解看看呐。当然，也可以试驾看看呐，来体验一下这个电车它的魅力。好，在我们正式进入今天视频之前希望我亲爱的观众朋友可以支持我一下，点个免费的订阅，还有开启你们的小铃铛，帮助我在今年之内达到1万个订阅。当然也别忘了多多支持我的 Facebook page 啊，在这边也先谢谢你们支持。OK 了，这样的话就让我们开始今天的视频内容吧。Let's go。在我们还没有正式进入试驾环节之前，先让我来大略的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试驾1号选手，那就是我身旁的 Standard 版的 Dolphin。Standard 版 Dolphin 纯电动 B segment hatchback 车型，售价为100,530块钱，官方的续航为410 km， 采用了70 kW 的电动马达，拥有98匹的马力和180牛米的扭力。避震为前轮 MacPherson， 后轮为 Torsion Beam 的避震设定。轮圈采用了16寸的轮圈，搭配了专门为 Standard Dolphin 定制的195 60 R16 的轮胎。据说这个 Standard 版的 Dolphin 以这样的价位进到马来西亚市场，多少都影响到同价位内燃机车子，比如 Vios、CD、Amera S50 的市场哦。观众朋友，我发现到这辆车可能因为最近太多人试驾的关系，这个 BYD Showroom 呢，他们也没有时间去清理，看到它的 carpet 真的是太多的沙石了，我有点难以接受啦。所以在试驾之前，我先跟他清理一下，再来试驾。通常啊，我身边的朋友或者是亲戚在买新车的时候，都会问我要为他们的新车添加什么 accessory 最好，我都会推荐他们先买嘟嘟 map 虽然讲这个嘟嘟 map 它不可以帮他藏私房钱可是它可以藏肮脏、藏砂石，正所谓眼不见为净。当然，这个嘟嘟 map 呢，它清理的时候也非常简单，只要一撕一倒就可以了。现在正在看的这部视频，即将成为 Dolphin 未来车主的观众朋友，不要讲有好料，没介绍让你们知道啦。Dolphin 的 Doodoo Map 呢，现在有一个非常 special 的 offer 折扣，只要你们在这个有效期间利用我的 code 购买这个 Dolphin 的 Doodoo Map， 你们即刻就可以得到20块钱的现金回扣。但是这个 offer 呢是有时效性的啦，所以时间有限，切勿错过哦。现在我是来到位于 Medini 的 Highway 这边啦，我们来 test 一下这辆普通版本 Dolphin 它的加速表现如何。现在我是用着 Eco Mode。来走你 ，OK。这个普通版本的 Dolphin 呢，它的 Eco Mode 它的加速表现，我觉得也是非常强劲一下的。这个 Dolphin 在 Eco Mode 它的加速表现来讲的话，我的感觉是非常的接近一些 1.8 NA 车子的那种加速表现。虽然讲它是只有98 horsepower 跟180牛米的扭力啦，可是在这个 Instant Torque 加持之下，它的加速体验来讲，真的是非常有力，非常强劲。OK， 我们换一个模式，我们 test 一下这个 Normal Mode 啦。OK， 现在是用一个90速度来加速。这个 Normal 模式它的加速体验来讲的话，即使是你大概速度到了90，你用这个 Normal 模式来加速，你还是可以明显的感觉到它的那种加速体验的，会有一点点微微的贴背感。OK， 我们把它切成 Sport Mode， 来也是一样90，走你。至于 Sport Mode 的加速体验来讲，它确实会比 Normal Mode 它的电门反应会来的比较快，但是它的那种加速体验感觉上跟 Normal Mode 差别不大。
大概测试到了，它到了141、142的时候，它就比较的难去再上升这个速度了，可能这个就是它的一个极限啊。这辆 Dolphin 它的避震是后尾采用了头身并的避震设定嘛，可是这个头身并的设定呢，我是觉得啦，在跑高速的时候，它会有比较多明显的晃动感，你会觉得这辆车好像在坐船这样子，它的那种起伏感会比较明显，尤其是后尾屁股那边呢，你会感觉到比较明显的那种晃动感。经过了这条道路过后，会进入一个比较激进的弯道 ，test 一下它的那个操控表现。你看到前面是一个比较 curve 的弯，来，顶着电门转过去，可以，没有问题。再来，前面也是一个比较激进的弯，这边要手一点。OK， 来，转过去，可以。虽然讲它是用这个头身并啊，可是它在过这种 curve 的弯道的时候，它是游刃有余的。OK， 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这个低配版本海豚它的0-100加速。首先我们从这 Eco Mode 开始 ，OK， 来，1、2、3，走你。OK， 100。Normal Mode 0-100加速测试，3、2、1 ，Go！ 可以明显感觉到它的贴背感。100，还不错一下。来 Sport Mode 0-100加速测试，3、2、1 ，Go！100。看完了我们1号选手 Standard 版本 Dolphin 它的试驾体验，你觉得它的表现如何呢？现在就让我邀请我们的2号选手，也就是我身后的 Extended 版本的 Dolphin 上场。Extended Dolphin 售价为125,530块钱，官方续航490 km。采用了150 kW 的电动马达，拥有201匹的马力和310牛米的扭力。避震为前轮 MacPherson， 后轮 Multilink 的避震设定。轮圈采用了17寸的轮圈，搭配了专门为 Extended Dolphin 定制的205/50R17的轮胎。据说这辆 Extended 版本的 Dolphin 它的0-100加速只要7秒哦，就让我们接下来测试看看吧。在试驾之前我要带你们看一下这个高配版本的 Dolphin， 它有个东西呢，非常的有巧思，而且这个东西是只有高配版本才有的哦。这个非常 special 的东西就是在右手边的上面有一个太阳眼镜盒，这个是低配版本没有的啦。今天试驾的这个路段也是跟昨天试驾低配版本 Dolphin 是同样一个路段啦。首先这个高配版本它的椅子呢，坐起来真的是比低配版的来的舒服。这个高配版本它的皮革会比较细冷，低配版本那一个呢，你会觉得坐起来比较闷热。而且现在我是没有开启那个座椅通风功能你就会感觉到这个皮革它两者之间会有一个很明显的差异。高配版本它的椅子它的泡棉呢是会比较厚实一点，低配版本你会觉得它的椅背对比起这个高配版本来讲的话是比较少的，所以这个高配版本它的椅子会比较好坐。所以我强烈建议，如果想要打算买这个比亚迪 Dolphin 的观众朋友，你们在高配版本跟低配版本之间犹豫不决的话，你们应该去 testing 做一下2个版本的椅子，这样子你们才可以拿到一个比较好的对比。因为椅子来讲是你们时常要坐的，所以选一个好的，这样子坐起来也比较舒服。把 Driving Mode 开成 Sport Mode，OK， 下去。哎呦！哇，可以感觉到很明显的那个贴背感。这个高配版本它的马力有201匹，扭力310牛米。可以看到前面的这个 Honda HR-V 已经为我让步了。来，继续踩。哇，它的动力很充盈
这个加速感真的是啊，是油车给不到你的。你看我现在跑到140多了，然后可以听到很明显的风噪声。昨天低配版的我试驾的时候，我觉得它在140多的时候就很难再踩下去啊，它的加速感就卡在那边了。可是这个高配版的，它到了140，你再继续踩那个电门下去的时候，它还是会再上的，上到150都没问题。然后这个高配版的，它的后尾避震是采用了Multi-Link的避震设定嘛，它给到我的感觉就不像低配版采用 Torsion Beam的设定，因为低配版我也讲到过嘛，它的那个余震会比较多，在这种路面比较起伏的时候，它的余震你就会觉得好像很多多余的余震，高配版的不会，它处理这个余震，它处理得很好，它不会让你觉得你的屁股好像很多多余动作这样子，我是觉得不会啦。强烈建议啊，如果是买高配版本的朋友，我的建议就是换掉4条轮胎，因为这辆车它这个配来的轮胎，它的抓地力没有这么好。当可能你重脚踩下去的时候，不管是 Eco Mode 还是 Normal Mode 还是 Sport Mode， 你比较重脚踩那个电门的时候，那个轮胎会打漏。这个高配版本它有一个不算缺点啊，就是有一个跟低配版本有一个不同之处，就是它的电能回收，它的 regeneration， 它的 regeneration 呢会比较明显。你会觉得在收那个电门的时候，它的抽的感觉就会比较明显，但是它的明显程度是一点点微微的，不是那种很明显的那种抽啊。还有它的刹车的调教，这个高配版本它的刹车是比较次的，所以一开始驾这辆车的朋友，你们就要得控制一下你们的脚，不可以重脚踩刹车。它的刹车没有一个很线性的感觉，就是说你一开始踩下去的时候，你就觉得这辆车好像不会停这样子，你踩多一点它就很刺了。这个是我对于这辆车它的刹车的一个评价啦。所以买这辆车的朋友，你们就要去适应一下它的刹车的那个距离。好，现在我们来测试一下这辆 Dolphin 高配版本的它的0-100加速。我们先从 Eco 模式开始，3、2、1，踩。可以听到啊，这个轮胎根本抓不住它的扭力。100，这个只是 Eco 模式啊 ，Eco 模式这个轮胎已经抓不住了，它在起步的时候产生那个巨大扭力，所以因此为什么我会讲买这辆车高配版本的 Dolphin 要先换4条轮胎先。现在我们来测试 Normal 模式，3、2、1， Normal 模式又不会哦。不过那个贴背感真的是，我老妹，真的坐飞机这样100，会被它的扭力吸引到嘞，会中度啊，中这个扭力的度，跟 Instant Torque 的度。怕我开回去我的86没有那种激情的感觉。Sport Mode 0到100，3、2、1 ，OK， 又来啊，又来啊。100，爽！电车的 Instant Torque 就是爽。看完了2个版本的试驾体验，你们觉得他们的表现如何呢？我相信啊，有观众朋友一定很苦恼，到底要选择高配版好还是低配版好？在这边呢，让我为你们分析一下。首先，在动力方面低配版它给到你的是快乐的，是开心的，而高配版它的动力表现是非常快乐，非常开心。重点就是非常的爽。第二个就是避震，低配版它的避震在处理这个路面情况不佳的时候，虽然讲它的处理方式是舒服的，可是在跑高速的时候 ，maybe 你可能跑到90、100，再加上这个高速路段它的路况只要起伏不定，你就会觉得这辆车子会比较多的摇晃感。而高配版本的几乎完全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再第3个就是它的续航啊，两辆车我都是从这个 showroom 驾到我们离那边去，驾驶方式都是一模一样的，都是开着 Eco 模式，跑着90到100的速度。可是我可以明显感觉到高配版本它的掉电速度是比较慢的，低配版本它的掉电速度是比较快的。再来第4个，
也就是椅子。高配版本跟低配版本，它两张椅子，它的材质，我自己觉得是有所不同的。低配版本它的椅子，你在晚上的时候靠在这个椅背你还是会感觉到一点闷热感，而高配版本它就不会有这样子的问题。再加上这个高配版，它还有座椅通风功能，这个功能在马来西亚这种大热天气真的是 is the best 啦。至于如何选择，还是要看你们自己啦。如果是说在预算上面没有太多的考量，我当然是强烈建议你们买这个高配版本是最好的啦。关于这个 Standard 版本 Dolphin 它的掉电过快的问题，之后其实我也是有反映给 BYD Showroom 啦。听说他们解决的方式就是升级这个 Standard 版本 Dolphin 它的 ECU 程式，而且升级过后，我也是有试驾回这个 Standard 版本的 Dolphin， 也发现到终于解决了这个掉电速度过快的问题。好啦，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觉得这个视频不错的话呢，就麻烦你们帮我按赞分享一下。观众朋友，接下来呢，我还会有更多关于这个比亚迪 Dolphin 更多的体验内容。maybe 可能拿下去塞邦，或者是上云顶，也说不一定哦。所以观众朋友，记得一定要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子你们才不会错过关于更多的比亚迪 Dolphin 的试驾体验内容啦。OK 了，这样的话就让我们下期的视频再见啦，拜拜。